可乐，去看望送养的猫，第一句话一定是：你还记得我吗？可乐宝宝，哎呀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壮壮的。这是我们去年送养的可乐和巴乐。这支影片要你一起回访我们去年送养的6只猫。可乐，我先炒菜吧。好。可乐，赶紧闻一下，是不是认识了？巴乐，来吧，巴乐。宝宝，哎，哎，要蹭了，蹭我。可乐，可乐，哎呦，棒棒！对，他在跟我说话，太棒了，可乐，可乐。可乐一定是认出我了，我以前可是每天用腿给它当沙发的。哎呦，棒棒，可乐！可乐巴乐是前年7月25号救的，去年2月4号送养。后来领养人还带他们回工作室探亲，他希望可乐巴乐能记得我们。他一到晚上就开始玩。那会吵你睡觉吗？其实我不觉得他们会吵到我，因为有什么动静我都会醒的，就是只要他们玩得很开心，我就很开心的。其实，然后有些时候他自己叼那个逗猫棒叼来叼去，那个铃铛，晚上把逗猫棒收起来。但是收起来我又怕他无聊，买了一个，然后自己去扛回来。晚上的时候，可乐会经常看一会儿。你是很怕他们无聊？对，我是很怕他们无聊。大概过了半个小时，巴乐才跟我亲热起来。巴乐宝宝。哎呦，天哪，哎呦，天哪，我要哭了，天哪！倒下。你养的可真好，非常健壮、健康。带着去体检了，医生说他们太胖了，所以就开始控制了。控制饮食。对，这些都没问题，它就是淀粉酶跟甘油三酯高，其他像这些都是阴性的虫啊这些检测，然后这是可乐的，可乐它就是这里浓度不够了，然后补了一针。巴乐的话全都是5级，所以不用打。很棒，很棒。然后这一些什么粪便检查也没有这些寄生虫什么的。对，他们俩都你做的蛮全面的啊，你这个检测。想着每年给他检一次嘛。然后那天检查，医生也说他们俩的牙齿挺干净的，但是巴乐呢，他就是没有可乐那么好说话，他里面的刷不太到，所以他里面的牙齿就会稍微有点脏，但前面的就也还好。但有些时候我就得机会去刷，我看他睡得迷迷糊糊的，我就摸摸他，然后就拿着牙齿在那里，然后给他刷几下，然后他就清醒了就跑了。反正能逮到机会就给他刷，只要每天有时间我都会给他刷，能刷多少就刷。哇，这很厉害！那你还买了很多根。对，因为一直在尝试嘛。然后后来最终是确定了是这个，没那么伤他们牙龈的。因为它就算你插到牙龈，它也没有那种痛。这个地方比较窄嘛，可以伸进去一点点。我觉得你健康管理的意识还是很强。怎么说呢？我觉得我太需要他们了。我每天都跟我自己讲，我要把他们养到25岁。就希望陪你久一点。可乐，哎，棒棒了，可乐宝宝。他真的困了，在撑着呢，他还硬撑着呢。可乐巴乐被照顾得非常细致，他们住在佛山，比较远，我是自己开车去的。其他4只猫在广州，我们打算花1天的时间走一遍。第一站去看青川和警长，他们的领养人最近又救了1只流浪猫。一个在窗帘后面，一个在沙发垫下。是我啊，还认得我吗？耳朵是正常的呀，你是不是没有忘记我？不是啊，你好像对原问你呀，是不是有一点想起来了？这是通行证哦。他就是陪伴型的，对，他安静在你旁边待着，然后用那双眼睛看着你，哎呦，我心都化了。你跟他说话的时候，他会跟你说话吗？对呀，然后时不时会啊一下。啊，对，他是这样的，他是很会回应的猫猫。好的，你不会就只养的猫吗？警长在这下面，这个垫子它可以翘进去，在那里面。警长，出来了，宝宝。警长出来了。警长不怕的。
你跑到那边去干嘛？来，过来。警长是金川的孩子，当西树抓住金川的时候，警长就从流浪的地方来找妈妈。不怕。来啦，你这么可爱，不出来玩一下吗？对呀、它真的好可爱啊，那种，然后它的毛发，现在很发亮呢。发好顺呐、对啊，就是你忘记了是不是？没关系啦，忘记了也没关系啦。稍微让我抱一下下，抱一下下就可以了。然后还是跟你比较好。他现在有点怕我。我有个朋友那次来做了3个小时，他又一直在那里，怎么都不肯下。问题啊？他还可以在你面前上厕所。对啊，那他们两个还是比较记得你，我觉得。 OK。警长长大了不少。他这跟他妈一样重嘛。哦，就我觉得他体型好大了很多。对啊，两个人去称体称，然后这个泥土里面这个比这2个还大，那个3.9，这个一个3.6，一个3.8，好像。没事啦，晨晨，没事啦，晨晨，没事啦。金刚跟你的连接，你刚才跟我的描述是已经很深了，而且他们好像是只跟你连接，因为他们跟我连接已经断了。虽然嘴上这么说，西珠还是想试试让金川记起自己。你可以看到他的牙齿吗？哎，他跟我说话了哎。好棒啊，先生，好棒！好，闭手啊！我看。其实西树跟金川叙旧，更主要的目的是想看他的牙龈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加重。很红。他现在那个侧面那个牙龈很红，我有点担心。这是水，他愿意喝吗？挺愿意的，挺爱喝的。这个什么也是口臭啊，什么牙齿问题磨牙，他吃了就不臭，不吃就臭。这个东西，我感觉会有一些依赖性。你看。哦，它可以刷。对，它可以刷。你去看包包，你去看抱抱吧，我就在门口就好了。因为我进去我要换衣服、换鞋子。这就是领养人刚救的流浪猫。啊，抱抱！我真的看到它，我都哭死了。我跟你说，它眼睛，我那时候见它的时候是白雾，就是一层白雾。它应该视力是不太好的。所以那个张医生说他眼睛其实是 OK 的。对，他说没有问题，只是说沾点而已。我抓它的时候，它的肚子就有颗球嘛，然后他说这个是起疝。各位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，抱抱应该已经完成了脐疝手术。拜拜，摸一下好不好？好了，拜拜啦，警长，拜拜啦。警长躲得严严实实。是，躲得严严实实。不过刚刚它出来已经比较好了。对，OK，已经是非常好。好了，拜拜。小心一点。金川和警长分别是在去年的11月8日和21日救助的，然后是在12月3日和9日送养。其实西树真正陪他们的时间还不到1个月，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不太记得住西树。下一站去拜访金香玉，她是在前年的12月23号救助，去年3月9日送养。哎，泡泡，哎，宝宝来。哎，他立刻就过来了，好乖啊你！但是你是不是还记得我呀？他现在体重我觉得是控制的很好了，11斤左右啊，11斤啊，那还行。但我当时唯一担心的就是会吃太胖嘛。那没有，后来我确实有给他控制，这个都是有可度的。哦，好棒哦，很好。东西就是越来越多。就一层就是它的一些零食跟补剂，然后一层是粮，有一层是玩具用品什么的这样子。原来只有它一只猫，我给它玩具买了好多，但它都不怎么玩，它喜欢跟人互动。然后反而是那些玩具，就是那个小袋子都很喜欢玩。我玩具都很丰富。养小猫就相当于就是养小时候的自己吧。好棒，是有这个说法。因为他每天需要的活动量还蛮大的，所以我每天基本上晚上回来，我可能要陪他玩20到30分钟。好棒，他的东西还蛮多的。对，然后现在小袋子来了，就基本上运动量就够了。那个是自动喂食的。对，它应该还有摄像头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家这里相当于他们的活动空间，我有3个摄像头。那你随时都可以看得到。对吧？还是有一点点紧张是吗？小袋子是领养人后来救的流浪猫，因为是用纸袋装回来的，所以就叫小袋子。哎，看到了，它真的是用大案袋装的，是那种纸的大案袋吗？对对对，我很难想象这件事情。很小，我那天就大概就是手掌心那么大。
它主要现在还是小猫。哎，它打哈欠呢。因为对啊，它就打哈欠就放松下来了。我当时是去了天河法院那边，它外面有个工地，工地旁边有一条排水沟那样，然后就它一直在那个边上在那叫，那个排水沟落差可能大概有两米，正好身上有猫条，我就想着把它引过来，在那蹲了可能40-50分钟，也没看到有母猫。然后呢，就一直拿猫条在那想勾引它过来，但是它那个有个栏杆，我又觉得不太好翻过去，然后正好另外有一个经过有个帅哥，他说你这个猫你是不是要救助要领养？对，我说现在怕它掉到那个水沟里，我说先把它引过来。他说我们打个配给，他进去帮我抓。所以你是隔着栏杆，对，拿猫条伸进去给它吃，他就吃2口他就退回去，吃2口就退回去。那个小哥他说我在前面引。他从那边跨那个栏杆绕到后面，把我拎了出来。他人也挺好的，他也怕我说就是那个救助了可能会有什么其他的想法，他还加了我微信，定期跟踪说情况怎么样啊什么的。好棒啊，真好，真不容易啊！对啊，这非常幸运，非常幸运。我是觉得这个世界其实有点让人失望，但是听你讲的这个故事，又觉得就像很多粉丝每次给我们留言一样，看完尸体又暖。对，他们很爱这样讲。铲屎官让小袋子隔离了2个月，打完2针疫苗后，才跟金香玉见面。他们很快就变成好姐妹了。你看进步了，它躲在姐姐后面呢，好棒啊，好漂亮啊，小袋子。小袋子太棒了。金香玉不让刷牙，铲屎官会定期带他去检查，也给他喝洁脂水。因为我们的很多猫猫都受口炎的困扰，所以我们去回访的时候，都会专门提醒他们预防口炎。好乖啊！我们来的时候，应该刚好是金香玉睡觉的时间，但他也是撑着不睡。看他这么安静放松，我们很感动。李人说，他其实也是很活跃的。他对外面是很好奇。有一次对门那一家那个门没有关，然后正好我回来，我把门一开，他就溜出去，溜到人家家里面。他不会怕。对，人家跟他打招呼，他也就这么盯着。他知道这是个机会，对他要出去，对他想出去，还是给他抱住吧，别让他跑出去。哎，有这个习惯。好了，我们就当做你是要送我们啦。好了，先生，拜拜了，拜拜，拜拜了哦，拜拜拜拜。最后一站去看志德，之前领养人有说他们手被志德抓伤，我们有点担心。这该亲戚的人不亲戚怎么办？东东，还记得我们吗？东东，哎呀，东东记得的，他记得的。这样再过来找我。出去了就不让上门。我们要出门，德德跑出去过一次，记出过一次。后来我们每次要出门就叫东东来，你把他撵走啊。他一撵他就走了，哟，认得嘞，认得了。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我没想到认得我的是志德哎，我以为他会早忘记了。你抱他一下，抱他一下，快点快点。哎呀，志德，哎呦，抱他一下，抱他一下，这么壮啊！啊，东东，哎呦。他们经常打人这么威武啊！来，他不怕，他经常袭击他。真的，你现在长得这么壮啊！哎呀，小胖子一样的，很能吃，很壮啊！今天来找你嘞，对，来找东同学，太棒了。他认得，他现在在感受一下其他猫猫的气味，因为还有一些是他不认识的气味嘛，他可能久了也忘记了。对，但是我们2个他是认得的。你看，他还在跑，他不认生的。来一个生人，他能够就跟都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好棒！太棒了，好棒！是社交猫。哇，它现在真的好大只。志德是去年5月8日救的，10月12号送养。当时一个难题就是领养人家里有一只狗狗东东，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相处。对啊，你经常躲在半道，袭击东东，那东东也不发火。对，东东袭击了以后，他就飞快的就跑走了，抓东东的屁股。你开不开心？棒棒，我们东东真是太帅了。你看他，啊，他在偷袭。他是好玩，好玩。你看他还不生气。对，他不生气。他偷袭一下就走。
如果它生气要追它，它就跑得飞快藏起来。是的，哎呦，它真的是很自得。握个手，这个手再握一下，这个手错了，这个手又来了，嘴巴又来了，不可以嘴巴，对，批评他。你闻到啥了没有？想起啥了没有？不是，任何一个生人他能跟人家玩，但是没有这样认真研究过。你觉得这个就是个熟悉的陌生人？对，好像想起了什么，是不是？而且你裤腿上可能是有他以前玩伴的味道。对，有可能。就那边大本营那些猫猫的味道。它的味道，它应该也是。他一直在确认。他在闻，因为他以前像交友交谈啊，但他身上的味道会更复杂一点，因为太多猫，还有很多他陌生的猫，有一些他不熟悉的味道。他在干嘛？不知道，他在跟我玩躲猫猫。还记得你的指甲要剪了，轻点啊，不能这样咬哦。还记得？哎，你现在很厉害耶！那你起来好不好？起来玩。晚上去睡觉之前，干粮不吃，拿冻干撒在里边，哇，不知道吃，他吃的时候我就偷跑进去，把门一关，我进去了。进去了，有时候呢他就没反应，有时候等他吃完了，一抬头没人了，他就开始在那里，他不是那种叫，是怎么样？我们叫嘟囔一下，抱怨一下，哎，一下就好了。你真的是待遇很高哎！你有单独的一间房间，还有单独的一张床，人类的床。剪一枚好不好？不行，我现在知道他那手上是怎么回事。轻轻的，哎呦！好，不弄，糟糕了。他把你当猎物了。刚开始是逃，哎呀，完全我们也有点毛，这个毛怎么跟不一样呢？但是有一个点，他很开心的时候，他会轻轻咬你一下。现在越来越知道轻重了，刚开始的时候会把我们咬出血印子。他现在没有，他就轻轻咬一下。哎呦，好厉害啊！他真的好厉害啊！他还懂得哎，他每次都是先下去，然后再跳上来。对，他知道这个游戏要这样玩，他很对啊，他一会儿从左边，一会儿从右边。哎呦！你看，真是很聪明的孩子。聪明伶俐。我们这个叔叔他不是很喜欢猫的一个人，现在也很喜欢他。他不自觉的跟他亲的时候，然后这个家伙就嫉妒了，就跑到那里去拿手打他。后来他说：“哎呀，我最喜欢你了。”我的房门没带上，他一下就从外面跳到我的床上去，各种缠绵呐！哎呀，因为上面满是你的味道啊！哎，我说原来你也有这一面呢，我还以为你只是个猴了你。他还是给我们带来快乐的。这边那个窗啊，那我在这做饭，他就在这个地方蹲着，看着我做饭。有时候在这个地方看着我做饭，我来做饭，他就在那里坐着，他也不捣乱的。他就是看你做饭。哎，对，就是他就希望跟我在一起嘛。哎呀，这有点长了。小心。好。你好棒，这个，来，再给我另外一个手手。这还很快呀。你看，来这里来。他没空，现在先吃的。吃你的，不管这边。对，要不然他那么矫健，力量又大。你看他的后脚蹬着他的手，太好笑了。这个好像可以不用剪，剪一点吧。来都来了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好啦，可以了。完啦。棒，太棒了！拜拜啦是的，拜拜，乖一点哦，不要太凶哦。东，拜拜，拜。谢谢你们来看德德。小蛮腰。去年我们还帮邻居杜杜送养了一只猫，但它在惠州，实在是太远了，我们没有办法过去。但我们知道，利亚人是非常宠溺它的，因为担心它没有接触自然的机会，就在家里种了猫草，担心瓷砖太硬会让它的关节损伤，就铺了地毯，担心它跳上衣柜以后下不来，就给它买了猫爬架。去年我们总共送养了7只猫，虽然相较于我们总数70多只猫的数量还是太少了，但我们可以确信，收养它们的人都是猫猫的守护天使。